大家好，整理这荒废许久的猪舍，做着做着，有种殊途同归、技能整合后的感觉啊！不自觉的就将老房整修与家庭种菜做出连结。日前先将底部的藤蔓断茎修剪后呢，原本被压在下方的野生火龙果，享受了更多的日照跟雨水后，出现猛烈结果的现象，感觉是可喜可贺了。但这却影响到将枝条拉下来的时间，也因为时常下雨的缘故，前阵子停摆了一段时间啊。不过从河道的这一侧来看，还是有一点进度啊。暂时将靠近河道比较低的位置瓦片拆下来。至于没有很积极将河道里的碎瓦清起来的原因，是下游在台风过后根本都没疏通整理。这不用下雨，只要灌溉河水大一点，就会蔓延到隔壁去啊。而这不好挖掘清淤的原因，有点错综复杂。这条灌溉河道的两旁，后来都有了住家，机械进不来。在拆除瓦片时，却在台风滑落的瓦片中，意外发现了不好找的边垂瓦片。这种造型不同的瓦片，称之为前口瓦，是用来遮挡侧边防水的用途。遮挡左边、右边及下方的瓦片呢，自然挡板的位置也就不同。而虽然商量暂时借放瓦片的叔叔很大方的说没关系啊，但是秋冬季节到了，有的位置已经开始整地啊，这需要有自知之明，挪走瓦片了，不然客气说没关系，可能是真的没关系啊。万一突然说要用到地，也是要有时间搬。挪好瓦片后，就是要来试水温了。测试水深与河道的宽度。虽然一旁的这两根柱子用途一直未知啊，但是柱子一定是立在岸上啊，这表示这水道旁还留有一定的宽度可以利用。不过这河道两岸高度有明显的落差，靠墙的这边过往清淤过程已经被填了不少土啊。光从墙角被土壤覆盖住，就是明显的例证。另外，在墙边与河道旁都有覆盖杂草抑制席啊，这则是因为隔壁叔叔曾经直接将芋头种在河道里，贪图的是省去浇水的麻烦啊。只是芋头直接种在河道里，很容易被福寿螺偷吃啊。后来才放弃种植，这也是需要深度清淤的原因之一啊。而愿意慢慢先试探性挖掘这淤泥的原因，不是仿效铲子超人做灾后重建啊，自我安慰与心理建设的方法，想要将劣势转为优势啊。这种取水的方式比野外求生取水容易多了。另外，清理起来的土壤不但肥沃之外呢，这河道下方的水泥地面都还在，在下游淤积严重的条件下，清淤挖深后，这位置就会是十几公尺长的蓄水池啊。更好一点的状况，就算灌溉河道没水过来，很有机会就可以自然蓄积几天的水量啊。简单丈量后，这样的水位水深就超过50公分啊，感觉狗在洗澡前都可以先下去游泳玩水了。这在没有下雨的条件下，水位就已经跟河岸一样高了。这一侧则已经发现水泥壁面高度啊。外墙做完，改换内墙啊。
现在虽然已经很接近中秋节，但是气温还非常高，只能挑没有日照的位置做了。家庭种菜真的不要太辛苦啊！天气这么热，挑软的做就好。现在这则是在清理碎瓦片时，先做出便道，这样可以轻松跨过隔间墙的方式。要将碎瓦片搬到隔壁间堆砌，就可以快速轻松许多。反正能偷懒就尽量偷懒啦。便道是否需要留住，等日后种植作物再决定啊。不然每次要跨越隔间墙呢，就要用爬的，走过去又感觉是在绕远路了。虽然说现在年纪还方便爬，但还是得把后路先想好。目前虽然牺牲一间的空间堆放碎瓦片，但是效率好很多啊。原地留下的完整瓦片与少数砖头，就直接原地利用掉就好。这算是初步的整地，有多少材料做多少事就好。由于觉得时间容许，将这一间空间的火龙果一次移植好，地面挖起的根系就先盘在隔间墙上。而这3块瓦片厂的设置空间，打算将地面挖到的3组根系种在内部。不过火龙果的根系实在盘得太宽了，做了修剪后仍摆不进去，只好再加大一点空间。而在还没有挖掘到火龙果的根系前呢，一直觉得很奇怪啊。除了已经将所有悬空的藤蔓枝条都修剪掉，修剪过程却都没有发现火龙果茎条蔓延到地上，真的是很大的疑问。景象就像火龙果绿色的茎条悬空就有办法生长。后来终于才发现它的细须根是沿着砖柱往下爬，爬到地面后呢，才加大根系来吸收养分与水分。粗壮的根系反而是布满整间的空间吧，加上有枯枝与藤蔓覆盖住地面，更有保水的功能。另外，清理地面的过程也发现非常多的蚯蚓，说明着地表有湿度之外，养分也是提供养分的来源。而槽内下方的土壤就保留住干掉的枯枝刚好是很大量的有机质材料，除了透气，也可以继续当作蚯蚓的食物中间再添加靠近排水处的陈年老黑土，因为在比较低洼的地方，除了非常黑，也比较潮湿最后上层又补上与下层相同，比较疏松的土壤与枯枝而这样的设置呢，就是常说的封闭空间这样的空间，就算是加入草质含量高的肥沃土壤日后要进行清理也相对容易目前整间的空间算是都有简单的归位这暂时先续命的火龙果，因为没有叶片，没办法看出是否满意这样的生长空间。没有进行清洗地面的原因，则是要留给小孩子玩乐与机会教育清洗的过程可以学到如何利用盛水马达从外面取水。取水清洗的过程应该也很有玩水的乐趣以上进度分享，谢谢收看。